那这32只里面，其中有19只涨跌幅是在 20% 以上的。在这19只当中，有7只涨跌幅是在 50% 以上的。那在这7只当中，有3只表现是特别突出，涨跌幅是在 80% 以上，其中有2只是已经在100%。因为今天是9月1号，那么我们先回顾一下之前我们在7月份整个一个月所说到的这些票这些票里面有美港股，有期货，有黄金，也有指数。那么整个7月当中，我们一共提供就是客户或者说粉丝给我们提供的标的物一共是89只。在这89只里面，我们经过筛选，那么其中是有32只整体的走势还是比较好的，有32只它的涨跌幅是在 10% 以上。我为什么要说涨跌幅？这里面既有看涨的，也有提示风险大家看跌的提示风险大家要看跌的，所以它的涨跌幅在 10% 以上的有32只。那这32只里面，其中有19只涨跌幅是在 20% 以上的。在这19只当中，有7只涨跌幅是在 50% 以上的。那在这7只当中，有3只表现是特别突出，涨跌幅是在 80% 以上，其中有2只是已经在100%。那么7月17号的港股的乐普生物它的涨幅是 106%。那么7月14号的优等生计划港股 TOP 平安好医生整体涨幅达到了 127%。那么在7月2号港股的一脉阳光截止到目前整体涨幅达到了 81%。那这些成绩或者说这些大家选出来的好的标的都是有目共睹的。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将来再来说一说这个黄金。上一次我们说到黄金应该是在7月31号最后一天，那么时隔1个月，我们可以看到当前黄金整体的走势是变化比较大，最终完成了阶段性的调整，选择了向上突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回顾一下黄金此次上涨的一个结构大结构。这里我们依然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日线图，起始的一浪二浪，这是目前这个周期的一浪和二浪，向下调整的二浪。此次阶段性的黄金中长期上涨，它是从1610附近开始的那么这个二浪调整的低点大致是位于1810附近，等于说从1810开始，黄金市场就进入到了这个主升浪的当中，并且目前这个主升浪的结构，它是走出了这个疑似的所谓的延长浪的一个特征延长浪的一个特征。接下来我们按照结构来划分一下，1、2、3、4、5。常规来说，运行到第5波，也就是5浪推动的话，就会展开一个中长期的调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调整明显的它的级别是小于之前紫色段的二浪，说明它俩不是同一个级别。这个蓝色段的调整小于二浪，因此这是第6波的调整，第7波第8波调整。目前是处于主升3浪的第9波，也是最后一波最后一波。等这个第9波的走势全部结束之后，那么这个黄金这个日线图当中的3浪主升上涨将全部结束当然这一阶段的上涨主要还是跟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毕竟现在金融市场可以说是动荡不安，无论是地缘经济也好，还是地缘政治也好，甚至于地缘的战争风险也好各处都说白了是不是特别太平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所以黄金的避险情绪一直处于这样一个升温的状态。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此次这个第9波上涨它最终上行的一个潜在的目标在哪里。那这里我们依然借助到波浪尺的一个丈量一下第7波和第9波的一个比例关系。对于这个第9波的起始点，我们其实目前是存在一定的分歧，所以2种方式的波浪尺我都会呈现出来。通过以上波浪尺的划分，那么我们大致就知道了后期最关键的一个位置，以我目前的观点来看的话，上方最关键的一个位置
是位于第二种划分方式，第一种划分方式的3834，也就是3800附近。同时，我们也这里依然还可以再借助一下这个趋势线，来看一下上方这些压制能否形成一定程度上的重叠。通过这个趋势线的划分，那么我们大致就知道了除了这个3834之外，再次向上的话，这个趋势线的压制将会和之前的这个1倍的这个距离形成一个重叠的一个位置，大致是位于4020到这个4037。这就是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周线通过日线图所能看到的上方的这种潜在的这种支撑位潜在的目标压力位。所以当前来看，此次上涨在还没有突破前高历史新高3500美金之前，那么整体还是处于这一波第9波上涨的一个初期，还是一个初期。因为从目前点位来看，3472距离上方的3832，那至少也有大致400美金的一个上涨空间，也就是 10% 以上。所以大家近期无论是国际黄金也好，还是国内黄金也好，依然可以考虑你之前的这种仓位或者实物黄金或者是融通金或者银行的这些纸黄金可以继续持有，因为整体的目标没有达成，整体的结构也未完成。后期只有说当这个9波上涨全部结束之后，我们才会考虑展开对应2浪这个中长期的调整。那届时我们可以拉取整体3浪的一个全部的一个所谓的黄金分割可以看到，如果预期在4000附近左右结束，那整体的回落大致有500到700美金的一个空间，届时我们才可以需要调仓，当前的这种小级别的调整目前不需要，只需要持有，等待后期的这个位置后期上涨的这个位置，看届时在3834或者4000上方，它是否能出现周线级别的顶分型或十字星的一个出现。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预期下一次这个4浪调整它所需要的一个时间。这里我们先丈量一下这个2的一个时间，整体用时是用了107个交易日大概是5个月时间。那所以下一次4浪调整，那至少也是在5个月或者说5个月以上才会结束这回的调整。所以当前的黄金牛市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4浪调整结束之后，市场后期还将会出现新一轮的所谓的最后一个大5浪的上涨。那这个大5浪上涨目前的目标不可测，原因在于4浪调整低点没有出现，所以我们无法去准确的丈量出最后一个第5浪最后的上方的目标压力位于哪里。4浪、5浪。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中短期的一个走势。那中短期的走势其实目前它可以说是处于第9波，如果这个第9波整体走势内部呈现的是一个5波形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之前从3268开始，这是上涨的子浪1、子浪2，目前就是处于这个子浪3当中，子浪4以及后期的子浪5，所以从幅度和结构上来说的话，还远远没有达标。所以如果你是近期想操作这个实物金或者是这个融通金或者是纸黄金的话，那么可以尝试少量的仓位建仓买入一些。整体的风控我个人觉得目前暂时放在3410左右是比较合适的，3410比较合适的，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中短期的一个防守位置，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多空节点。这是目前对于国际金价整体走势的一个分析那如果国内黄金呢，那其实大家比如说涨到3848、3834那届时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倒推出国内金价的一个价格，比如3834先除一个1盎司黄金的是33.13，应该是31.14除以这个数字，然后再乘以当前人民币和美元的一个汇率，比如今天汇率是 7.13， 那你最终就会得出一个对应的国内金价的一个价格。以上就是时隔1个月以后我们对于这个黄金中长期走势的一个再次分析。
目前运行在主升三浪的延长浪当中的第9波走势，后期整体上涨的话，我们将会看到3800上方或者是4000上方。那至于市场会在哪一处位置出现周线级别的顶分型和十字星，结束此次大三浪的全上涨，那么是需要市场的一个验证，等待市场的一个最终的一个选择。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